所以事实上啊，中国人啊，我实话实说啊，崇拜很多不对的人物，像那个屈原啊，也是不对。我讲过一次了，不要再讲，再骂那个死掉的人，我不想骂了。他现在就碰到这个介子推，又是一个笨蛋。哎，对不起，我是很尊重他那个金莲的心，听懂不懂？不过另一方面呢，他太固执了，固执到伤害两个人的生命是太过分，太过分无名了。杀自己还可以说杀到妈妈来。你知道这个杀父母的那个罪恶是很严重，知道哈？哎呀，所以他无名到这个程度啊，我们还崇拜他，是太过分了，做得不好的榜样给别人。不过就是这样啊，中国以前的国王们啊，他们都喜欢那个纪念那种忠君爱国那些人啊，为了要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为了要给人民那个送死，为了他们送死，所以一直传播这些消息，一直提高这些不很适当的英雄给人民崇拜，这是一种洗脑的方式。像孔子啊，他教我们好多方面啊，他不是教我们忠君爱国而已，是不是？不过那些国王都是拿那些忠君爱国出来洗脑给我们小孩子，然后人家教了很多那个别的高雅的道理都不怎么很注重啊。任何的朝代啊，很多朝代都拿那个孔子那个仁义礼智信、忠君爱国拿出来洗脑，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利，为了压那个人民的那个革命的那个反抗的心啊，也有地方好，我不是说忠君爱国不好，不过在这个地方啊，不适当啊，是又不奉养妈妈，反而害他害死呢。为了一个名誉啊，名誉本来是不是真相的嘛？也不能拿到什么东西，他自己的金莲的心，他里面了解就好了。国王也很了解，所以他堂堂一位国王，一国之君，他今生今世跑到那边找你，他已经表达了非常理解的恩情了，是不是？是。你何必这么不礼貌不理他，而且在那边死给他看，死给他看没有说，还给妈妈死给他看。那个国王他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罪，他根本没有罪，这个国王根本没有罪，你为什么折磨他的精神呢？你死了以后，你看妈妈死了以后，一定的国王非常难过啊，是不是？是。他本来今生今世来的，表示说他很重视你，是不是？他那么重视你啊，你死了他一定很难过啊，你为什么折磨一个那么好的国王呢？是不是？是。所以你看介子推没什么好东西。我不是怪他，因为他是无名的其中一个人。不过我告诉你，这种教育的一种方法害很多人啊，听懂吗？如果整个中国人那个跟着这个榜样学，你认为你们国家会变怎么样啊？每一个有一点什么跟国王有功劳就去死了不给人家一个机会可以表达他们那个恩情。你一个小官，你知道恩情，那个国王他当天下的主人，他也要知道恩情啊，他也要表达他的恩情，是吗？是。你怎么只有那个顾着自己的名誉啊，就没有理会到那个国王的那个立场呢？就让他当一个不好名誉的昏君呢？比方说这样子，是不是？是。他已经今生今世跑到那边了，他已经很非常敬佩了，那个是一个明君呢，值得你拥护他。既然你那么有智慧，他四周围都是不好的人，你就也应该出来讲一声如果你不想帮忙他还没有关系，不想领奖也好，没有人能够
强迫你啊！你出来你说你不领就好了，何必呢？何必这个样子，逼死妈妈，逼死自己，还有呢，让那个国王和全国难过这个样子，得到这个名誉有什么好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概念都颠倒了啊，不怎么好就说好，好就说不好啊，杀父母就是不对的啦，是吗？而且无缘无故杀他，不是牺牲为了什么国家，保护什么国家，是吗？啊，为了保护自己名誉，一个小小金莲心而已，金莲算什么？没有什么缘故，就为了金莲而杀死自己，还有逼死妈妈，我认为这样太过分无名了。所以我们不能跟着这些榜样啊，哈。尊重他是一面而已，他做错太多了，他做对是一面而已，一面就是对，就是他国王快饿死的时候，他就割他的肉给国王吃，啊，那个还可以说他非常有爱心重信，然后他不想临强，不算功劳，那个就算他好。不过他既然已经知道天命啊，他为什么天带东西给他门口的时候，他跑掉呢？啊，天命有很多方面的，不是天命给国王而已啊。这个表示说他违背天命。如果他自己本人跑出去跟国王算功劳，说我要什么什么奖什么评哈，或是他写信给国王说你忘恩负义什么，还可以说他是好名的，或是他故意勉强上帝给他东西，那是自己算功劳。事实上他没有啊。没有，然后又为了这个又跑掉到山上给父母更辛苦。他妈妈已经等他19年了，19年的孤孤寡寡一个人这样生活已经很苦了。他回来了以后又更苦，那哪一种儿子呢？哪一种儿子又不忠君又不孝顺？看到了没有？对。如果他是懂忠君孝顺的话，他对他妈妈应该有孝心。妈妈辛苦那么久了，他牺牲怎么样给他妈妈好过日子一点也可以的。何况他没有牺牲任何，他得到他该得的功劳啊！不是说我们算功劳，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什么事都会得到那个薪水嘛，是不是？哎，所以像我们卖我们自己一块肉酱给他，他拿几千块钱给你，也是算很平常的生意啊，没什么说得到谁的恩惠，是不是？是。啊，不是说他那个空手跑到国王那边拿东西呢，是不是？他人生很宝贵，他能够牺牲一块肉在他身体上面给国王吃，国王给他多少都不够了啦，何况他今生来那边要想他也不晓得还想多少，而且他也可以拒绝，是吗？哎，所以你看那个逻辑不对。孝顺就不孝了，让妈妈更辛苦，等到19年回来又更苦啊。这个没有好，没有孝顺的儿子，然后国王要求他出来，看了一眼给他想，他也不听命令，这里也不忠君，是吗？所以忠孝两个他没有的，那不晓得我们崇拜他什么地方啊？一个固执啊、笨蛋的人啊，这样我们就崇拜他。我没有说不能崇拜，谁要崇拜都可以，大家都有自己的思想。不过我觉得这个，以我比较不什么很重要的意见来讲啊，他不对了，还有，哎，等一下，还有，因为他说他知天命嘛，哈，讲得很好，说那个国王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上帝赐给他啊，我们认为他很了不起，他很了那个天命，那他为什么不知道天命也要赐给他东西呢？哎呀，国王今生跑到他的房子那边去，要求他出来，他的隔壁替他写信，那些都也是上帝安排的，是吗？是。哎，他为什么不这样想呢？所以他对天也没有尊重，不忠心、不孝顺，也没有那个道心，他就会讲话而已。你们看，所以你们修行的人要小心了，一天到晚讲那些教理，没有什么用的。要自己实行的好，要了解真正的那个意思才可以。像以前我也告诉过你们那个故事啊，就说一个人嘛，他在那边是算修行的啦，他坐在路上那里，
然后很多人跑过去跟他讲：“你赶快跑啊！因为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那个大象啊，他追着我们呢，什么人他都杀的，你赶快跑。”那个所谓的修行的人就跟他们说：“我是相信上帝的，那个大象也是上帝在它里面呢，说我不怕。”啊，等一下，大象来也杀他了。他既然相信那个大象里面有上帝，他为什么不相信那些跟他讲消息那些人里面也有上帝呢？他为什么不相信这些比较平静的上帝，而相信那个疯疯癫癫的上帝呢？哎呀，所以这什么都不合逻辑，就这样。